有一个秘密，只要说出口就会死。汪秀才知道这个秘密，因为他已经死过一次了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小萌讲故事。三生记。上回讲到，汪可寿沉默了4年，宁愿被当作哑巴，也不敢开口。那天，他在父亲的书房里拿起笔，发现自己天生就会写字，会做文章。父亲回来看到他写的文章，震惊得说不出话。汪可寿说出了4年来的第一句话。母亲听到哭声跑进书房，父亲说汪可寿会说话了。母亲不敢相信地看着儿子。汪可寿看着母亲那双充满期待的眼睛，终于叫出了那个压抑了4年的字“娘”。那个字终于说出来了。4年了，他想说这个字，想了4年，现在终于说出来了。母亲站在那里，整个人僵住了。她看着汪可寿，眼泪慢慢流了下来，1滴，2滴，然后像决堤的洪水，止不住了。他冲过来，一把抱住汪可寿。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会说话了，会说话了。他哭得全身发抖。汪可寿也哭了，抱着母亲，哭得很大声。他哭着说：“娘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母亲抱得更紧了。母亲说：“傻孩子，傻孩子，不哭，娘的乖孩子，不哭。”父亲也走过来，把母子俩一起抱在怀里。一家3口抱在一起，哭着笑着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照在他们身上，温暖的明亮的光。过了很久，情绪才慢慢平复下来。母亲擦干眼泪，蹲在汪可寿面前，握着他的手。他轻声说：“可寿，你一直都会说话吗？”汪可寿点点头。母亲的声音很温柔，但眼睛里有疑惑。她说：“那你为什么不说？”汪可寿低下头说：“我怕。”母亲奇怪地问道：“怕什么？”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他总不能说自己记得上一世吧？那样的话，他们会怎么想？会不会觉得他是妖怪？会不会又把他扔掉？他最后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就是怕。”父亲和母亲对视一眼，他们隐约看得出来，孩子有什么说不出来的原因，但他们没有追问。父亲摸摸他的头说：“算了，不管怎样，你能说话就好。”母亲也点头，她说：“对，能说话就好。”他握紧汪可寿的手，继续说：“以后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不用怕，爹娘会保护你的。”汪可寿点点头，眼泪又流了下来。父亲站起来，走到书桌前，他拿起那张文章，仔细看着，看了很久，然后转过身，看着汪可寿。他的声音变得严肃地说：“可寿，这文章真的是你写的？”汪可寿点头。父亲走过来，蹲下来，平视着可寿说：“爹从来没教过你，你也没上过学，这些字，这些文章，你是怎么学会的？”汪可寿摇摇头，小声地说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他的声音很小，继续说道：“今天看到爹的笔，就拿起来了，然后手好像自己就知道怎么写。”父亲听得目瞪口呆，说：“你是说你看到笔就会写字了？”汪可寿点点头说：“脑袋里有很多东西。”他说得很慢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说：“很多字，很多文章，好像一直就在那里，但我不记得是从哪里来的。”父亲沉默了，他看着儿子，眼神里有震惊，有困惑，还有一丝不安。4岁的孩子，从不说话的孩子，忽然会说话了，而且还会写字写文章，写得这么好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母亲也看着汪可寿，眼神里有同样的困惑。但最终，父亲叹了口气，摸摸儿子的头说：“算了，不管怎样，你能说话就好。”他站起来，看着桌上的文章说：“至于写字这件事……”他停顿了一下，继续说：“可寿，这些事不要跟别人说，别人问起来就说是爹叫你的，知道吗？”汪可寿点头说：“知道了，爹。”父亲看着他，眼神很认真地说：“记住，千万不要跟别人说你不知道怎么学会的。人心复杂，木秀于林，
风必摧之。你太过特别，会招人嫉妒，会惹来麻烦。汪可受听得懂，他点点头说：我记住了。父亲这才松了口气。那天晚上，一家3口坐在一起吃饭，这是4年来第一次，汪可受会说话了。他可以叫爹，叫娘，可以说我要吃这个，可以说好吃，可以说谢谢。母亲一直在笑，一直在哭，笑着笑着就哭了，哭着哭着又笑了。母亲说：我就知道我的孩子不是哑巴。他一遍又一遍地说。父亲也在笑，眼睛红红的，他给汪可受夹菜，一直夹，碗都要满出来了。父亲说：吃，多吃点，以后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不用再憋着了。汪可受点点头，大口大口地吃。这是他4年来吃的最香的一顿饭，因为他可以说话了，因为他不用再害怕了，因为父母接受了他，没有把他当成妖怪，没有把他扔掉。那天夜里，汪可受躺在床上睡不着，他看着窗外的月光，想了很多，想起那条冰冷的河，想起窒息的感觉，想起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声。他想起这一世，想起4年来的沉默，想起父母的眼泪，想起今天终于开口说话。这一世，他有了机会，说话的机会，活下去的机会，好好做人的机会。他闭上眼睛，心里忽然有一种感觉，好像有什么东西打开了，好像有什么沉重的东西放下了。他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，但他知道，这一次他要好好活着，不再说错话，好好做人，好好报答父母，好好过这一生。窗外月光很亮，照进房间里，照在他脸上，温暖的光。第二天早晨，汪可受醒来，阳光已经照进房间，他听到院子里有声音，是邻居的声音。有个声音说：听说了吗？汪秀才的儿子会说话了。另一个邻居不可置信地说：真的假的？不是哑巴吗？对面的邻居回答说：千真万确，昨天就开口了。汪可受躺在床上，听着这些声音，他笑了，第一次发自内心的笑。他起床走出房间，母亲正在院子里洗衣服，看到他，脸上立刻露出笑容。母亲问道：可受醒了，饿不饿？汪可受走过去，抱住母亲，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抱着，紧紧地抱着。母亲愣了一下，然后放下手里的衣服，也抱住他。他摸着他的头，轻声说：傻孩子，娘的傻孩子。阳光照在他们身上，温暖的明亮的光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汪可受闭上眼睛，心里这样想，这一次真的会好起来的。第6章，慎言。汪可受会说话了，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村子，邻居们纷纷来看，七嘴八舌地说：真的会说话了，让我们听听。可受叫一声伯伯。汪可受站在院子里，有些害怕，这么多人围着他，让他想起了上一世，那些人围着他，叫他妖怪，然后把他扔进河里。母亲握着他的手说：可受，别怕。汪可受深吸一口气，对着邻居说：伯伯好。声音很清楚，人群里爆发出惊叹声。真的会说话了，说得多清楚啊，这孩子有福气呢。父亲站在旁边，脸上带着笑容，但眼神里有一丝警惕。他注意到有些人看汪可受的眼神有些奇怪，有好奇，有羡慕，也有嫉妒。那天晚上，父亲把汪可受叫到书房，他说：可受，坐下，爹有些话要跟你说。汪可受坐在小凳子上，看着父亲，父亲的表情很严肃。他说：你现在会说话了，爹很高兴，但是爹要告诉你一些事。他停顿了一下说：话不能乱说。汪可受点点头。父亲继续说：尤其是你写字这件事，今天邻居问起来，爹说是教你的，你以后也要这样说，知道吗？可受回答说：知道。父亲的声音更低了，还有你那些脑袋里的东西，那些文章，那些学问，
不要在外人面前展现。汪可寿问道：为什么？父亲叹了口气说：人心复杂，你太过特别，会招人嫉妒。有些人见不得别人好，你越出众，他们越会盯着你，找你的错处，找你的把柄，甚至……他停顿了一下，继续说，甚至会说你是妖怪。汪可寿的心一紧，妖怪这个词又出现了。父亲看着他，眼神很认真地说：爹不知道你脑袋里那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，但爹相信你是爹的孩子，不管怎样，爹都会保护你，但你也要学会保护自己。他握住汪可寿的手说：记住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太过出众不是好事，要懂得藏拙。汪可寿似懂非懂的点点头说：爹，我记住了。父亲摸摸他的头说：好孩子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汪可寿学会了说话，但他很少说话，他只在父母面前才放松一些，在外人面前他总是很安静，问一句答一句，从不多说。父亲开始正式教他读书，但其实汪可寿早就会了，那些文章，那些字，他脑袋里都有，但他假装不会，一个字一个字的学，一篇文章一篇文章的背，装作很努力的样子。父亲看在眼里，心里明白，但他什么都没说，只是继续教。有一天，村里来了个算命的，在村口摆了个摊子。算命啊，算前程，一算一个准。很多人围过去，母亲也拉着汪可寿去看热闹。算命的是个瘦老头，留着长胡子，眼睛很亮。他看到汪可寿，眼睛一亮。他说：这位夫人，你这孩子骨相不凡啊。母亲笑了笑说：先生过奖了。算命的摇摇头说：不是过奖。他盯着汪可寿看了很久，看得汪可寿心里发毛。算命的说：这孩子命格奇特，3世轮回方得今生。母亲听得一愣，周围的人也都竖起耳朵。汪可寿的心跳得很快。3世轮回，这个算命的看出来了。这个算命的看出了什么吗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？今天的故事先讲到这里，期待在三生记下回与你再相见。